馬龍版本正式上線，伴隨住 D-Wade 嘅削弱，角色強度大洗牌啊！今日喺呢一度就同大家剖析一下呢一個馬龍版本嘅角色強度排行啦。事先聲明，以下嘅強度排行只係我嘅個人意見，如果同你嘅想法有出入，一切以你為準。畢竟好難透過我一個人嘅片面之詞去代表晒所有玩家嘅想法嘅。如果喜歡今日影片嘅內容嘅話，請唔好唔記得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首先第一個要講嘅就係我哋呢一個版本嘅新同學郵差馬龍，佢喺中距離嘅作戰能力非常之強，禁區更加可以話係翻江倒海。只要你有空檔，中距離嘅投籃出手幾乎可以話係100% 嘅命中。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佢嘅強度噶啦，不過我仍然唔認為佢係一個過強嘅球員。第一，因為喺籃板同埋火鍋上面不及其他傳統嘅內線球員。第二，就係佢嘅進攻範圍僅限於2分嘅區域，無論你進攻破壞性有幾高都好，依然都冇辦法透過2分去拉大兩者嘅差距。所以最後要贏得比賽，都係需要靠出色嘅團隊防守同埋配合嘅。下一個就係我哋呢一個版本最強嘅外線單打球員 SGA 啊，毫無疑問佢都係屬於 Tier S 嘅級別。以外線單打嚟講，出色嘅穩定性，幾乎唔會打鐵嘅中投，3分能力亦都可以話係可圈可點。隨住 D-Wade 嘅削弱之後，佢又重新出現喺高端場嘅角色選擇入邊啦。接住落嚟，下一個討論嘅係 Ray Allen。喺呢一度我會將佢擺喺 Tier 2，並唔係因為佢嘅角色機制或者能力相當之貧弱，而係因為佢被選用嘅次數實在太少。原因在於佢需要特定嘅隊伍去進行配合，而唔係一個萬能嘅選擇。再加上早前削弱咗佢開波時候向底角衝嘅能力，所以喺呢一度稍為遺憾地只能夠將佢擺喺 Tier 2啦。下一個輪到 T-Mac， 咁啊冇乜嘢好講啊，妥妥嘅下水道啊，幾時先至再俾翻少少嘅增強佢？現今版本嘅防守資源越嚟越多嘅情況底下，我認為就算 T-Mac 增強翻少少都好，唔會令佢有過強嘅情況出現嘅。接住落嚟就輪到我哋嘅 DPOY JJJ 啦。咁 JJJ 我會喺呢一度擺喺 T1，不過會係相對末端嘅位置。原因係在於佢喺守 SGA 或者係喺守馬龍，甚至係 D-Wade 方面都有唔錯嘅發揮。不過陣容上嘅局限性令到佢亦都唔係一個冇腦可以選擇嘅球員。下一個就係呢一個版本剛剛遭到削弱嘅 D-Wade 啦。喺遭到削弱之後，3分能力冇咁變態啦，咁亦都冇咁頻繁地可以透過撞人去取得3分嘅得分。基本上就變翻一個以衝框為主嘅2分角色。咁當然佢3分嘅能力依然在線，只不過係當你好急切地需要一個3分嘅時候，佢未必咁容易可以給予回應。喺呢一度就稍為下降跌去 T1 啦。咁但係總括而言，佢依然都係屬於一個非常強嘅一個進攻球員嚟嘅。下一位要講嘅就係我哋嘅希臘怪獸字母哥。字母哥我喺呢一度會擺喺 Tier 2嘅位置，主要原因係因為防守不如大班，個人嘅進攻能力不及馬龍，籃板不及 Rodman， 而團隊配合方面又不及格蘇，但係佢就乜嘢都可以做到少少，所以基本上嚟講，角色嘅特色唔夠出眾同埋鮮明，喺呢一度只能夠將佢擺喺 Tier 2。不過佢依然都係一個單排唔錯嘅球員選擇嚟嘅。下一位提到嘅球員就係我哋嘅士官長 Jimmy Butler， 喺呢一度我都會將佢擺喺 Tier 2嘅位置嘅。主要原因係在於呢一個版本並冇太多球員需要靠 Butler 去進行針對防守。下一位就係 CJ McCollum 啦。咁 CJ 喺呢一個版本度我只能夠排佢喺 T3 啦。咁但係喺少數，我可以話係極少數嘅絕活歌手上，佢係非常之強力嘅。但係喺絕大部分嘅情況底下，佢依然都係一張唔入流嘅進攻卡。接住就係啱啱斷腳嘅 Jason Tatum 啦。咁喺呢一度我會擺佢喺 Tier 1嘅位置。最主要嘅原因在於佢嘅萬金油屬性，喺需要進行盲選揀選2號位嘅情況底下，
Tatum 絕對係一個非常之穩健嘅選擇，無論係攻防兩端或者防守任何類型嘅對手都好，佢都可以交出80分嘅表現。佢嘅萬用性就係令到佢成為 T1 角色嘅主因。喺徵召模式嘅情況底下，好多時候如果我哋未見到對方嘅1號位，我哋都會選擇擺 Jason Tatum 上場嘅。再加上佢配合馬龍打2個大前鋒配一個2號位嘅組合有唔錯嘅效果，所以我認為 Jason Tatum 擺呢度絕對係冇問題嘅。下一位就係 James Harden， 喺呢一度我會將佢擺喺 T2 嘅較前端位置嘅。咁主要原因係在於現今版本啦，以得分手嚟講，D-Wade 同埋 SGA 相對嚟講係比較有效率嘅選擇，而加上防守資源亦都越嚟越多嘅情況底下，哈登要打出一個3分，亦都冇以前咁容易噶啦。接住落嚟就輪到 Jaylen Brown， 咁 Jaylen Brown 喺呢一個版本入邊，我會將佢擺喺 T1 較前端嘅位置嘅。咁主要原因係佢防守 SGA 上面有非常之唔錯嘅功效，加上本身亦都有足夠嘅3分能力可以拉開空間。總括而言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下一位就係我哋嘅空間中鋒韓旭啦。咁喺呢一度我會擺佢喺 T1 較中段嘅位置，主要原因係在於佢喺陣容選取上面有局限性，基本上都只係配搭單中嘅空間陣容使用，譬如話 D Rose 或者 D-Wade 嘅灌籃陣容。下一位 Brook Lopez， 咁我就會擺佢喺 T2 嘅末端位置啊。咁主要原因係在於佢雖然有非常之唔錯嘅拉空間能力，3分能力亦都係相當之穩健啊，但係由於本身嘅跑速相當之慢，冇辦法進行太好嘅協防動作，所以作為一個備選嘅方案，如果你真係冇辦法攞到韓旭或者李月宇喺手嘅話，用 Lopez 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下一位就係我哋嘅 LeBron James 啦。咁喺呢一度啦，我會將佢擺喺 T3 較前端嘅位置嘅。咁都老生常談啦，進攻拉胯，引致到拖累成個團隊嘅進攻，冇辦法為隊友拉開空間，呢一啲嘅問題仍然都係存在，所以佢嘅防守端貢獻又未足以抵消佢喺進攻端嘅劣勢，只能夠將佢擺喺 T3 啦。跟住落嚟，下一位就係我哋嘅咖喱仔 Steph Curry， 喺呢一度我會將佢擺喺 T1 中段嘅位置。由於而家有效率嘅得分手越嚟越多，打擋跑漸漸已經淡出咗主流嘅視野入邊噶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嘅團隊能夠打出高質量嘅擋跑，佢依然係非常之強勁嘅存在。只不過喺高端場入邊已經越嚟越少見。下一位我哋嘅大班 Ben Wallace， 咁我就會將佢擺喺 T1 嘅前端位置。佢嘅防守阻嚇力依然足夠，而且喺單防馬龍上面有唔錯嘅效果。咁所以喺呢一度擺佢喺 T1 嘅前端位置絕對係妥當冇問題嘅。下一位就輪到 Kawhi Leonard， 我會將佢擺喺 T1 較前端嘅位置。其實而家喺徵召模式入邊都經常將佢擺上 ban 位噶啦。由於佢可以懲罰對手嘅失誤，能夠喺奪取球權上面做出貢獻，所以作為一個萬用嘅球員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之後就輪到 Nikola Jokic， 咁喺呢度冇咩辦法啦，將佢擺喺 T3 嘅前端。如果要講擋拆嘅話，又未必需要用到 Jokic， 因為佢下順能力唔夠強。但係如果以外線純拉空間嘅能力，佢又唔夠韓旭或者係李月宇嚟得咁簡單直接。甚至如果我需要一個空間中鋒，有可能揀 Brook Lopez， 都比揀 Nikola Jokic 稍為好少少嘅。下一位就係我哋嘅真理 Paul Pierce， 咁我會將佢擺喺 T1 較前端嘅位置啦。佢嘅進攻能力依然都係非常之可靠，我會話只係僅次於 SGA， 但係差距並唔算係非常之大，所以擺喺 T1 亦都係一個無可厚非嘅選擇。接住落嚟就係戴維斯，戴維斯喺呢一度我會擺喺 T2 嘅末端。雖然佢係有辦法透過補防機制去懲罰空間陣嘅對手，咁但係實際用起上嚟，成功懲罰對手嘅機會就比較少嘅，反而懲罰隊友攞唔到籃板嘅機會就比較大啦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只能夠擺喺 T2 嘅末端。之後就輪到我哋嘅飄風玫瑰 Derrick Rose， 喺呢一度我會擺佢喺 T1 較後嘅位置嘅。其實而家喺高端場入邊，亦都越嚟越常見到 D Rose 嘅身影噶啦，配合Gasol或者係韓旭嘅組合，可以打出唔錯嘅效果。跟住就輪到林書豪啦。
林書豪喺呢一度我會擺佢喺 T3 較後嘅位置嘅，咁主要原因係在於而家已經唔再流行打呢個林書豪配 Curry 嘅雙跑陣容噶啦，所以喺呢一度佢嘅出場機會亦都幾乎係越嚟越接近零啊。下一位就係 Aaron Gordon， 咁 Aaron Gordon 啦，我會擺佢喺呢一個 T3 嘅前端位置嘅。絕活哥玩灌籃陣嘅效果非常之唔錯，但係亦都只係屬於少數嘅玩家嘅啫。咁再加上本身佢作為一個主攻嘅角色嘅話，如果喺對上 JJJ 或者奧拉祖雲呢類嘅角色嘅情況底下，發揮可能會受到限制。之後下一位要講到嘅就係 Pau Gasol， 咁我會將佢擺喺 T1 較後嘅位置嘅。咁佢處於呢一個位置嘅主要原因啦，就在於防守端上面唔夠給力啦。不過喺戰術同埋進攻配合上面嘅貢獻係非常之足夠嘅。咁無論係配搭 D Rose、配搭 SGA 或者係配搭其他嘅進攻型1號位，都係有相當之唔錯嘅效果。能夠少量地拉到空間之餘，亦都可以保障進攻籃板，再加上一鍵扣籃同埋擋拆嘅優秀屬性，喺呢個版本仍有立足之地。下一位就係我哋嘅李月宇啦。咁李月宇喺呢一度就擺喺 D Rose 嘅後面。咁主要原因係在於佢自己工具人嘅屬性就並不及韓旭，但係其實整體而言，佢哋嘅強度並唔係差距好大。有部分嘅情況底下，李月宇甚至可能更好用。但係越高端嘅場次入邊，李月宇可以持球嘅機會就越低。大部分嘅情況底下都係作為一個工具人使用，咁所以自然韓旭就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啦。下一位就係 KD， 咁 KD 冇乜嘢好講啊，低效嘅進攻手，被版本淘汰嘅時代眼淚，只能夠擺喺 T3 嘅前端啦。接住落嚟就係我哋嘅 Luka Doncic， 咁喺呢一度我將佢擺喺 T2 嘅尾端啦。主要原因係因為而家有 Ben Wallace 啦。再加上 Kawhi 或者 Jason Kidd 嘅出場率非常之高，咁透過 Luka Doncic 去打擋拆下順嘅效果已經係遠不及以前嘅啦，亦都越嚟越少喺高端場入邊可以見到佢。之後下一位就係李夢，咁擺佢喺 T3 較前端嘅位置啦，基本上都冇乜出場空間，打關鍵球嘅能力仍然喺度嘅，咁但係實際上可以應用到嘅場合亦都唔算多噶啦。之後下一位就輪到奧拉祖雲啦，咁我會將佢擺喺字母哥前面嘅位置嘅。雖然奧拉祖雲嘅武器庫入邊算係相當之百花齊放啊，進攻防守兩端都冇太大嘅短板，但係亦都只停留喺冇太大嘅短板呢一個層面。進攻端同防守端嘅能力亦都分別唔及馬龍或者 Big Ben 咁出眾，所以作為一個萬用型嘅選擇，只能夠將佢擺喺 T2 啦。下一位就係 Embiid， 我會喺呢一度將佢擺喺大夢同埋字母哥中間。雖然之前 buff 完之後，大家都對佢寄予厚望，但係打出嚟嘅實際效果又未有想象中咁出色嘅，就好似現實中嘅 Embiid 一樣啊！大家都以為佢下一個賽季就會統治球場，結果最後都係瞓醫院嘅。跟住輪到我嘅愛將Dirk Nowitzki。咁喺呢一度，我會擺佢喺哈登前面嘅 T2 前端位置。作為一個得分手，三分能力唔夠穩定，咁但係由於機制嘅加持底下，要能夠打出一個空檔，亦都唔算係一件非常之困難嘅事情。不過以整體嘅進攻效率嚟講，同 Paul Pierce、D Wade 或者 SGA 呢類嘅角色，仍然都可以話係差天共地啊！跟住落嚟就係 Jordan Clarkson 啦，咁我擺佢喺 T3 嘅前端，主要原因都係選用率低，都係絕活哥限定嘅角色，咁但係就角色本身而言並唔算弱嘅。下一位就輪到我哋嘅歐神仙 Kyrie Irving 啦，咁喺呢一度啦，我都會將佢擺喺 T2 前端嘅位置嘅。我會認為佢比司機嘅效果好少少，因為三分嘅產量相對嚟講比較高。但係由於而家以進攻端嚟講，佢依然都係需要大量嘅技術同埋操作，而冇 SGA 或者係 D Wade 咁簡單直接啊，所以喺呢一度就擺佢喺 T2 前端嘅位置啦。下一位就係我老友Nos 好中意玩嘅角色，就係 Jason Kidd 啦。喺呢一度我會擺佢喺 T1 較末端嘅位置嘅。佢喺高端場嘅表現，能夠透過團隊嘅防守輪轉，製造好多包夾停球嘅機會。咁但係抄唔抄到個波呢，又係另一回事啦。
再加上如果以大眾玩家嘅水平而言，未必咁容易觸發到包夾抄字嘅效果，所以喺呢一度，如果以一個整體遊戲環境而言，佢就屬於一個 T1 較末端嘅位置啦。最後就輪到我哋嘅籃板王 Dennis Rodman 啦。咁喺呢一度啦，我會將佢擺喺 T2 嘅前端位置。佢嘅籃板能力係毋庸置疑咁強嘅，只不過情況就在於現今版本籃板球出現嘅機率越嚟越低。馬龍、D Wade、D Rose、SGA 等等都係非常之高效嘅得分球員，基本上唔會出現太多嘅籃板球。喺冇乜打鐵嘅情況底下，Dennis Rodman 嘅優勢就會顯得較為縮小啦。以上就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底下呢一個版本嘅強度排行啦。咁如果你有咩意見嘅話，可以喺留言區度留言。但係如果你認為我講得唔啱嘅話，咁唔緊要嘅，因為你先係啱嗰個。影片結束之前，唔記得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